若論當下熱度最高的球類運動，網球和羽毛球無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2項。Hello， 各位，好久不見，我是力。今天這期視頻就帶大家回顧一下我這幾個月從零開始，同時挑戰羽毛球和網球的經歷。我會分享過程中自己的收穫和體會，當然也少不了踩過的坑。視頻的末尾，我會附上自己購買的裝備清單，以及2項運動的消費對比，還有我總結的自學和私教課的區別，以及一些學球的心得體會。我最開始學習羽毛球是在今年的4月。作為平時喜歡運動的我，一開始對這項運動非常的有信心，而且以前也偶爾玩過幾次，覺得應該沒有什麼大的問題。大家應該都或多或少的有打過幾拍吧，但當真正拿起球拍，認真的去接觸，我才發現羽毛球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簡單。你可能會覺得隨便甩幾下拍子，那不就能打個來回嗎？感覺誰都能來2下，不是嗎？但問題是，發力、技術和控制球的軌跡都遠比想象中的要複雜，就連最基礎的握法可能都會出現錯誤。不管我怎麼使勁掄，那球就是飛不遠。就拿羽毛球最基礎的入門技術高遠球來說，要把球從自己的底線打到對方的底線，而且球需要又高又遠。但是這一個技術就足夠練上好幾個月。剛開始我沒能掌握正確的發力方法，總想用蠻力，甚至連吃奶的勁兒都使出來了，可球還是軟綿綿的飛不遠。更關鍵的是，姿勢不對的話，特別容易受傷。我之前就是錯誤的用肩膀使勁甩，結果肩膀疼得非常厲害，手腕、胳膊也都跟着不舒服。打一場球下來，渾身酸痛，整個身體像被卡車碾壓過一樣。這讓我深刻的意識到，羽毛球想打好，對動作的規範性和身體的協調性的要求其實是非常的高。唉，沒有辦法，實在是因為太想進步了，於是開始進行了系統的學習，去上私教課。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我打起高遠球並不協調，身體總想發力卻又控制不好，每個關節也都很緊繃。或許有朋友看到這裡會想，你也太笨了吧，換作是我肯定學得比你快多了。說實話，我最初也是這麼自信的，而且真的到場上自己實操的時候，往往還挺得意，覺得動作做得像模像樣。但我敢說，要是你從一開始就錄像，回頭復盤的時候，就會發現自己當時的動作簡直滑稽到不忍直視。除了每周1節的私教課之外，一周也有打上幾次球，去練習動作和一些球友去約球。雖然剛開始我也曾陷入過沮喪，但我發現隨着練習，我逐漸能控制球拍的角度，學會了如何發力和精準的擊球。當我第一次打出一個合格的高遠球時，真的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成就感。經過2個月的訓練，高遠球已經算是勉強的合格，可以持續的打上幾十個來回。慢慢的也學習了很多新的技巧，例如吊球、滑板或者是殺球。當你第一次打出一個很尖的殺球的時候，那種通透的暢快感真的是無法用言語形容。為了讓大家有一個直觀的感受，咱們先來看一組數據。羽毛球場長13.4米，寬6.1米，面積約81平方米，而網球場可就大多了，長23.77米，寬10.97米，面積約260平方米。單是看場地的大小，網球場就是羽毛球场的3倍。這個差異其實也暗示了學習體驗上會有很多的不同。因為習慣了羽毛球場的空間感，當我第一次走進網球場的時候，我會驚訝地感嘆，它竟然這麼大。這是我的網球初體驗，去上了1節私教試聽課，有了羽毛球的前車之鑑，這次上手感覺快了很多。整個課程1個小時，從基礎的握拍開始，循序漸進，到課程的末尾，也有和教練進行簡單的對拉。雖然整節課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自己拋球或者是接打發球機練習，但這顆網球很好玩的種子，算是種下了。相比起羽毛球，網球的拍子重量更沉，球的彈性也更大。當你打中球拍中心的田區的時候，那種暢快感會更加的強烈，並且場地更大，給人更廣闊的空間感，感覺也完全不同。於是我開始試聽不同的網球課，偶爾打打發球機，鞏固試聽課上學習的動作。當我覺得自己掌握了足夠多的技巧，可以上场跟朋友对拉的时候，就会变成这样。
和平时自己玩感受完全不同。當一顆球撲向你的時候，毫不誇張地說，它就像一顆炮彈襲來一樣。因為並沒能完全的掌握正確的動作，形成肌肉記憶。如果你勉強的去接它，那一場球下來，你的手就會像我這樣患上 TFCC 綜合症，拎個水桶都會痛到咧嘴的感覺。能做的只有不停的拉伸、貼膏藥以及靜養，恢復一段時間才可以繼續去打球。於是後面我開始搜索觀看更多的教學視頻，堅持打發球機固定動作，加上偶爾嘗試打牆練習。1個月後，我又約上了我的朋友，發現可以簡單的打上幾個來回，即使是在8月份的炎炎夏日，正午太陽當空的時間，依舊有十足的快樂。現在網球也讓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，大家組建了球偶群，經常約球，互相交流，共同進步。這不就是一項運動最該有的魅力嗎？其實網球就是一個戶外型項目，然後我們的陽光，然後有微風吹，其實是最爽的時候。可是這種31、2度、33、4度的天氣，確實還挺熱的。雖然我也找到了那種小時候不怕曬，然後就非常喜歡玩的感覺，但是其實還是挺曬的這種酷暑。如果給屏幕前的你3秒鐘時間思考，你會覺得羽毛球和網球哪個更容易上手呢？就我這段時間的體驗來說，羽毛球的確更容易入門，畢竟2隻拍子，1顆球，隨便找個空地就能玩得很開心。但是，一定要單試，對吧？羽毛球的節奏比網球緊湊得多，每一拍的球速都更快。雖然入門簡單，但想打好可一點都不輕鬆。球技的提升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慢，光是步伐熟練度和發力技巧就能磨掉好幾個月。真正的進階往往是按年來算的。建議大家在練習時多做步伐訓練，讓身體習慣移動的框架。在家或戶外也可以進行扔球、顛球、撈球等練習，培養球感和發力方式。而相比之下，網球的入門門檻確實更高一些，光是正手揮拍就得練上很久，場地更大，也需要更多跑動空間，但節奏會比羽毛球慢上不少。據一些經驗分享，網球的運動壽命往往會更長一些。平時可以在家做空揮拍訓練，用球筒甩球練習動作框架，或者用拋藥球或啞鈴來加強核心力量。私教最大的優勢是能在你練習時及時糾正錯誤，示範正確的動作，並且幫你制定系統的學習計劃，合理安排訓練強度，避免受傷。多球訓練、專業陪練、隨時答疑，這些都是自學無法完全替代的。而自學的關鍵有3點：第一，你必須要清楚什麼是正確的動作。現在網絡教學視頻很多，挑選你喜歡的博主，也可以跟着進行系統的練習。雖然眼會不代表手會，但先看得懂是一切的開始。所以人在家中躺，球技心中長，也不是沒有道理。第二，要學會及時糾錯。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錄視頻，事後復盤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自己以為的標準動作，回放時可能面目全非。第三，找高手陪練。如果你身邊有技術好的朋友，請他帶你一程。這絕對是提升最快的捷徑。羽毛球一般有很多體驗課，大多會從高遠球開始，比自己摸索會更有效。網球則很少有免費體驗，但可以多試幾家，找到適合自己的教練。網球的訓練方法比較多樣，包括打發球機固定動作、打牆培養控制手感等，都會非常有幫助。無論羽毛球還是網球，正確、系統、循序漸進的訓練比一上來猛打猛衝重要得多。大力出奇蹟有時候不一定是好事，壞習慣一旦養成，改正就要花成倍的時間和精力。最重要的是千萬不要受傷，只有健康的身體才能一直快樂地享受運動。來打球真的是我現在目前最快樂的事情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，打球怪。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樣，一開始認為網球是一項貴族運動，而羽毛球更偏平民一些。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隨着近幾年羽毛球大火，連帶場地、球拍、羽毛球、球線、球鞋、私教課等價格一路飆升，專業的球拍從原來的800-900塊，普遍躍升到1500元以上。像這把非常火熱的尤尼克斯弓箭11 Pro， 售價竟然高達1850元。5年前80塊一桶的球，現在輕鬆突破200元，而且價格目前還在持續上漲。你們想想，你帶着老婆出了城，吃着火鍋還唱着歌，突然就被绑匪劫了，真的錢
羽毛球一桶有12顆，每次2個小時，極其保守的估計會消耗2到3顆。那一桶球大概只能打4到6次，平均每次光球錢就要40塊左右。場地費我們這邊是40到90元1小時不等，手膠和球線也相對要比網球消耗的快一些。我這打了不到3個月，球線就已經開始起毛了，離打斷也不遠了。至於裝備會分為入門款、進階款和專業款，那我也是把清單直接羅列了出来，大家可以去參考我所購買的裝備價格是怎麼樣的。比起羽毛球，那網球最讓人驚喜的是，一桶球大概25塊左右，裡面有3顆球，這種好一點的細康要將近50塊，也有這種5顏6色好看的限定球，價格會更貴一些，要背到20多塊錢一顆。單看羽毛球和網球，單顆價格其實差不多，關鍵是一顆網球可以玩很久很久，只要你不要弄丟它。羽毛球和網球其實都有各種的球友群、俱樂部，還有拼團活動，而且現在公益課程也不少。像我這邊羽毛球拼團價最低10元1小時，含球也不會超過20，節假日或者高峰時段也就40到50之間。網球我有參加過當地迪卡儂舉辦的球友活動，那50塊2個小時，還可以免費的進行零基礎教學，街道每周也都有免費場地，只不過我一次都沒有搶到過。那我接觸到最便宜的球場是30塊1小時，如果大家拼團，人均也就10來塊。好一點的球館，你約上3、4個朋友，人均也就30到50一個小時。這麼算下來，羽毛球的價格優勢已經不再那麼明顯。選項目的時候，真的可以不必去糾結價格，挑自己喜歡的就好。我曾刷到過一個帖子，一開始打球是為了出汗，現在貪心了，居然想進步了。沒辦法，實在是因為我太想進步了。以上就是這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希望可以幫助想要嘗試這2個項目的朋友少走一些彎路。那屏幕前的你會選擇哪個呢？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